这次有特别去做一个独家采访，就是他们每一周国会议员不论政党，你都必须要接见你的选民，他们叫 Meet the People Session。大家都知道说 OK 这个礼拜几的晚上我的议员一定在，那我就可以去陈情。就算你做到了部长，就算你做到了总理，都还是要，你都是还是要。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好，我们今天要聊的新闻呢，就是新加坡，而且来跟我们聊的这位呢，是道地的新加坡人，欢迎婷婷。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聊新加坡是因为现年72岁新加坡总理李显荣，他在5月15号卸任，他已经执政有20年的时间了。那他的继任者是先前副总理，同时也是财政部长的黄循财。其实我也是这几天因为这个新闻才特别认识一下他。那这次象征的新加坡李家天下时代画下句号。我们其实在当时呢，针对了李显荣要卸任，还有一个这个卸任的交接仪式之类的，我们也有派出我们的记者去做采访。所以你这一次5月15号那天你在现场采访，是我能够了解到露露姐刚刚提到说，感觉是一个历史时代的落幕，就是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宣誓就职的是黄循财，我觉得我那时候整个脊椎啊、鸡皮疙瘩整个上来，觉得哇，因为我上次看到同样的一幕，然后是李显龙宣誓的时候，是我国小2004年说，当时好像就20年前，对啊，国小四五年级，对，然后印象很深刻，觉得哇，又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对啊，而且如果你今天再把李显荣再往前推他的父亲李光耀的话，那真的对新加坡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节点呢。就即便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台湾人，但我也知道李光耀跟李显荣在新加坡那个地位是不同一般的吧。我觉得好像大家尤其在亚洲社会，我们都会说李家天下。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当时的时空背景，就是当时当然会有一些可能父子的一些执政的情况，有点类似华人的那种传统上面的。对，就是比较当时我是觉得当时一些时空背景啦。那主要大家最印象深刻当然要从李光耀来开始聊。对，那我们知道李光耀其实对于很多新加坡民众的心理上面存在，或是甚至在整个国际上的政治舞台，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为说穿了，新加坡当年就是要脱离英国殖民地的那个，然后之后还要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政权等等的，其实新加坡也是蛮历经了一段还蛮不简单辛苦的。而且它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以前都说是很穷的一个小渔村的一个环境嘛。我觉得是不是很穷的小渔村，这个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历史学家现在去打上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不能否认是确实他当时就是一个很仰赖那个应该说深水渔港去做经贸的一个枢纽。因为其实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19年的时候会想要来新加坡，想要来走那个节点，主要是希望可以来增强贸易。所以能够想象说在18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英国人在那边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有去新加坡玩的人会发现，就是他们所说的波地，如果你是新马的人听到这个字就应该知道非常道地，波地就是很 downtown 的意思。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英殖民地的那些建筑，包括你知道那个鱼尾狮后面不是有个很漂亮的饭店吗？它就是当年英国时代的邮局啊。对，然后还有附近像是来福士酒店，就你发现其实那些都是英国建筑的那些风格，对，都保留到现在，都保留到现在。那当然它还是有小渔村存在，但是包括说当然你在市区很开发嘛，可是你再往后到其他地方确实都是比较像沼泽之地啦。所以确实你要从一个贫富差距那么大的地方，然后从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地方的一个国家，然后当时成立国家之后如此之风雨飘渺，对，要在25年之间马上冲上，然后之后到1990多年代的时候也是亚洲四小龙，就马上到后来对到现在的新加坡是第一世界的国家。我觉得在短短你看不到50年
这个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所以一壮举般新了。加坡民众在谈起李家父子的时候，都是一嗯，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在聊他们？我觉得对于李光耀是很多的敬重跟敬仰啦。那当然，对于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质疑说是不是威权这件事情，但是大家能够理解他的时空背景，必须要所做的一些情况。我们常常在聊到李光耀，大家如果聊的比较软性的话，大家会常常聊就是新加坡的教育双语政策。然后在一个地方能够看到各个不同肤色的族群和谐的居住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有共同的理念，因而减少了种族跟种族之间还有文化差异上面的隔阂，所以这个 policy 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大家都觉得是李家父子的功劳，这样我觉得就是李光耀当时，而且李光耀他自己也是，自己也很以身作则。然后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李光耀感觉是华人，他应该会说华语，不是哦。李光耀他会讲英文，他的母语是马来文。哦，真的因为李光耀他是他们叫做 Peranakan，所以他是就是他是华人，他是属于马来裔的那块。那李光耀是到了30-40岁才开始学中文的，而且他学得非常勤。对，所以他是很以身作则。所以我们常常在后面聊说，为什么后来新加坡的总理基本上都要懂这3个语言，包括他要求李显龙，李显龙其实是我爸的学弟，他们是念同，因为新加坡也就那几间学校。然后呢，李显龙是家里会讲马来文，但是爸爸为了要栽培他，所以就把他送进了华校。华校就是以华语为主教学，那当然也会教英文什么的。所以李显龙从小就是英文，然后英文、中文在学校学，家里有学马来文，就3语环境。对，环境，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maybe 口音有些可能觉得说，台湾人觉得说，你口音讲好像有点怪怪，可是他中文是流利的。对，他中文是非常流利的。对比现在的黄循财，我们最后会来讲黄循财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李光耀对于李显龙的栽培，他是非常有心的。那像这次李显龙自己要退下来啊，一般新加坡民众对于这个的大家反应怎么样？就会也有这种历史感嘛，就觉得哇，李家世代在我们新加坡就是画下一个句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新加坡要了解新加坡的政治交接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说，它不像是突然他说好，我明天就要退我就退了，或者是我下个月就要退，大家会觉得很惊讶。没有，因为其实新加坡的政治环境是很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很稳定的。其实对，所以当然这个他们考虑，就像陆姐刚刚讲，为什么要稳定，主要是对于他的投资者。要对于他投资者有个交代嘛，那政策的延续性。对，所以他也让大家觉得说，接下来接班人其实是有历经一定程度上的训练。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黄循财来接总理前，他有当副总理的职位。对，所以就有点像这种学徒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民众不会太没有不会觉得意外，但心里头有没有一种哇，我们来到了一个历史的我觉得还是有，因为其实像我们那天那个交接典礼的现场，因为他们能够进到总统府的主要只有当地媒体啦，所以其实外媒都没有办法。那时候我们就选择去的地方是黄循财的选区。那原本以为说他们其实现场排了1000张椅子，然后我们有点早到，觉得还没有坐满，我突然想，天哪，完全坐满了，然后周边都站了很多人，所以其实民众还是很关心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很关心，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因为他们现在国会议员现在变成总理了，总要去看一下。因为你是在黄循财的选区，对，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从别的选区特别去的。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李显龙就是交接之后，当下有很多人是在擦眼泪的。对，然后有些人就是那种会自己鼓掌啊，就现场能够感受到。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新加坡长大的人，我当下会觉得，对你的感觉是，我觉得天哪，就一个时代就这样子过去了。我竟然见证了我觉得就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你要想20年前，上一次是20年前，对，然后再上一次，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对，所以就觉得哇，就真见证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常讲到，其实为什么新加坡它的政治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蛮稳定的，是因为也要谈到说是你看当年其实李显龙2004年接下这个执政权，他前面是吴作栋。那当年是这样子嘛，李光耀就先把职务就是交给了吴作栋。那吴作栋之后，其实吴作栋的副总理是谁？
就是李显龙。嗯，那吴作栋就大概做了，我看一下，大概14年的时间。其实那时候李显龙已经在被培养的一个过程了我觉得啦那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李显龙被培养，对就是因为包括像是后来他自己投入政坛啊什么那个起手式等等的，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哦，可我能够看你都到知道下一任的总理是谁了，他应该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意意外，对对对。对，然后当然后来这几年大家会常常讨论说，新加坡会不会适合一个非华裔的总理？这几年其实我记得我在大概2010所以这是现在年时候，新加坡在讨论的题没有没有，目大概现在的10年前，所以2010那时候，我记得大家都在讨论这件那那个时候事情大家有讨论李显龙的孩子有可能是第3我觉得位，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啊。对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李显龙自己的儿子在干嘛。对李显龙的儿子，他其实现在据我所知是在新加坡一个叫做他4个 GovTech 小孩嘛，总共就是有对，包2个括他的对，他有前妻， 2段还有现在他的婚姻，现任的对，那个太太何金生的嗯嘛。那他现任太太何金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在新加坡一个单位叫 GovTech，那其实他儿子也很出色哦。他儿子哦，在干嘛？之后 TVBS 我有去拍这个专题，所以之后有时间，没有访他儿子，可是有去访到这些单位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很酷。以前如果有看过新加坡电影，对新加坡电影有一些印象，有一个很好笑的一幕，就是新加坡人怎么付自己的路边停车费。然后，如果你有看过一些电影画面呢，会知道说啊，那个你要放一个有点像一个小，我们会去那个便利商店去买一个停车费的一个单子，然后呢，我们需要戳那个洞，然后就放在那个车子前面，然后呢，就是按，比如说可能一张是可以停半小时，但是如果呢，我超过半小时之后，刚刚好有那个要来看你有没有缴停车费的那个阿姨，你看到她的时候，所有人就会开始冲这个100米赛就跑到像我们她的车子。看到拖吊车的都是一样的反应对，吗？差不多一样的反应，对，那就往前冲。可是后来呢，等下的，如果说超过一点时间，他会干嘛？他就罚钱哦，罚很贵，很贵。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李显龙的儿子就发明叫做 Parking.sg 的 APP。对，那这个东西就很酷哦，就是说呢，我们以现在讲，我就路边停车，它旁边会有个告示牌，那我就拿出我的手机，我只要输入我的车号榜、我的信用卡还有上面，例如说我的停车场的那个代号，然后我就可以付钱，就智慧化，对，智慧化，对，然后他还会提醒你说，哎，你半小时已经到了，你要不要多加？然后你再加。对，然后呢？可是如果你没有停满，他会退钱给你，所以你就没有再有那种跑了，对，你就不用担心。是大家会觉得说以秒计费很公平啊。对，所以这是一个 app 嘛？我们讲到它是一个 app，这个系统啦，它是 app 啊，它就是李显龙儿子去把它他有个团队，一个团队，但是他是其中一个发明者。所以他在新加坡社会里头也是大家都认识的一号人物嘛，我觉得很非常非常低调，然后大家也几乎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在干嘛这样子。那他现在只是因为他所在的单位也不算是正式的政府部门，所以你要说他有真的所谓的执政上面的历练也还没有，但是也不用忘了，因为其实现在他的这个儿子年纪才30多，不到40哦，对，所以也或许有可能不知道啦，不知道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对，大家也在看，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而且当然也是回归到新加坡人能不能再接受李家有个第3代投入政坛，这个但如果普遍新加坡人都觉得李家带来了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发展，确实我们看到新加坡台湾人就也很常在讲，新加坡有很多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啊。我是觉得李显龙对他儿子还有对比他父亲对他的栽培会很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我们不要忘了李显龙其实是一个数学家，对，他不是什么法政相关的，不是，他其实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非常的优异，所以他当时的教授还说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要投入学界，所以其实李显龙他对于像是 AI 对于数独对于任何的数学题目他是真的有兴趣，而且真的懂。数学耶，这也好特别哦。一般都会理解，要不然法政，要不然经济好了。好像听说有蛮多医生背景在新加坡的那个成员里面，很多的医生，很多的军人，对。但没想到有一个学数学的耶，我是真的没有特别在资料上看到他。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李显龙的背景其实蛮有趣的啦。那他自己，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国家发展，当然也在他父亲的影响之下，所以可以看到他也蛮
帮助新加坡挺过一些很艰难很关键的时刻。对，因为其实你看哦，那个总统尚达曼就是在接下他的辞呈的时候，他其实有特别提到李显龙有帮。你看李显龙2004年上来，4年之后就碰到了2008年的那个全球金经济的融海啸，金融海啸危机，嗯然后之后他也要帮他的党去做转型，所以他们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表现没有外界的理想。当然大家会说啊，你还是拿下60%的选票，那一定很 OK 哦。没有，这个对于他们已经不好了，已经不好了。对，我那时候嗯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在念高中，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舆论啊、社群媒体啊，才刚新兴，还有包括是报纸啊，其实都有对于这部分有做一些分析啊、评论啊对对什么对对。然的后他们有说，其实是不是 PAP 就是人民行动党要怎么去转型，而李显龙有马上去跟上这个风，所以包括是李显龙他是非常早有利用Facebook。利用 selfie 自拍跟民众互动的一个国际的领导人，他算是走在很前端的。对，然后到了后来他自己他自己现在在社群上面很知名的专栏叫做一个马来文叫 Jalan 意思就是到处去走走，所以他其实不只是 po 他自己的政务，他有时候可能周末刚好在新加坡有空，他就会走上路上的时候拍个照，然后就大家说猜在哪里，然后就跟这是发在他的社群上吗？对对对，脸书跟 IG。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你跟总理很接近啊什么的，然后因为发现新加坡很多的阁员、部长、国会议员，他们都很善用社群媒体去跟选民、跟民众做互动。这是因为他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关系吧？因为他们其实我们前面有聊到嘛，即便是总理，他其实也还是国会议员的身份嘛。对，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常常在台湾讨论内阁制，对，那内阁制大家会认为说比较对于整个政府有所谓能够有监督的作用，主要原因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你现在又是我的议员，又是我的部长，如果呢你部长做不好的话呢，你下次议员就别做了，这样子至少有一个所谓的我可以监督你的一个制度嘛。如果你做不了议员的话，就你没有选上的话，你部长就没了，就没了，对，就没了，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新加坡的内阁制，它其实是效仿了英国的西敏制，但是我觉得它对比英国的西敏制，它又多了一个更厉害的一层。我们这次有特别去做一个独家采访，就是他们每一周国会议员不论政党，你都必须要接见你的选民，他们叫 Meet the People Session。接见选民，他们叫接见选民活动，就在自己的服务处之类的。对，就是你要回到你自己的选区，那选区就会有你，反正就每个人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对对。那你自己的辖区的选民就在你可以选，大部分每个人都是选礼拜一的晚上啦，但是你可以自由选择，配合你自己的时间。那反正大家都知道说 ，OK， 这个礼拜几的晚上，我的议员一定在，那我就可以去陈情。那就算你做到了部长，就算你做到了总理，都还是要，你都是还是要去。当然是maybe 到了总理，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公务行程啊，外交部长你要出国嘛，但是只要你行程允许的话，都会回到选区。所以李显荣也会，然后是算频繁。你刚刚说算频繁，至少我知道是每个月至少一次，我觉得蛮频繁的。他就出现在他的选区里面，然后大家就来说。可以做些什么？就是我可以销单，我可以对，因为其实他们就算他自己没有出现，他底下都有幕僚，那些幕僚就要听各类的陈情。那陈情案像消罚单，然后或者是申请教育补助、申请津贴，那真的就是很民众一般生活的事情，然后解决邻里纠纷。天哪！对，然后还有例如说，可能你是外国人，你想要申请新加坡的永久居留证，或者新加坡永久居民想要申请新加坡公民，反正五花八门，什么都管就对了。然后他即便是个总理，他还是要这么样的，对，他还是要帮他的选民写陈情信给相关的，因为也不是他能够决定说好，我今天就上你的罚单，不是这样，因为新加坡是法治国家，对，所以他例如说，可能你的假设，我们讲一个交通罚单好了，确实有可以消的理由 ，maybe 他有当中一些非常不合理之处，那他作为你的国会议员，他不是以总理身份以国会议员帮您写信给相关的单位去陈情，去阐述说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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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们之后要来回复你。哇，对，因为新加坡毕竟比较小，所以跟台湾相比起来，所以我不是很理解说新加坡也有像我们是有议会议员嘛，还是他就是立法委员？他就是立法委员，因为他们中间没有是在一个地方的议员，没有，他就是国会，就只有国会议员，就是他民意对代表就只有国会议对，员所以这一层。当然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我这次的摄影搭档是洪富华啦，我的固定搭，他会经常说啊，你们的立法委员也要做那种我们市议员在做的事情我刚刚哦。听起来就是觉得对是市议员在做事，那我们所以他中间没有另外一层啦。那我们就访了那个，这嗯次很特别，是因为 TVBS 我们是有能够独家专访到现任的国会议员，然后是执政党的。那他其实所以访他们的议员是一件，我觉得不简单的事情啦，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太接受外媒的采访。那他们自己的媒体 OK 吗？他们自己媒体会比较容易，比较愿意，但外媒对不愿意哦。外媒会有比较多一些顾虑，因为会可能担心说，哦你需要做这个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啊，他们要多。哦可是我觉得他们的顾虑也会比较的，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合理，因为要了解到新加坡的制度其实也蛮复杂的，对。但是像我们就问这位我们访的你们国会议现任的员，国会议员，对，然后我说，他也跟我们讲说，其实能够听取民意，能够帮助他在立法或者是监督政府，或是在帮助，因为他是执政党议员嘛，所以他说在帮助执政党，例如设立一些新的法条或法案没有注意到的盲点，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选民互动的时候就马上知道。例如说，可能推出一个新的法，或是推出一个可能新的那个津贴，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能你只是针对某个特定族群，但是问题是，可能有些人就刚好是那种夹心层，就是明明他也很需要，可是他又不符合，那是不是要多放宽一下那个标准？那他们其实就是透过这每一周一周的接见选民，就能够发现说，他们是不是要再重新去调整？所以很接地气，很有效率。对，如果说法案在窒碍难行啊，或是实际上你有一些漏洞啊，或者这个法跟那个法彼此会打枪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实际上就可以立刻知道，立刻调整啦，很快。对，所以新加坡这个好特别，他们的政治体系，他们整个我知道是新加坡的文官体系，他们的公务员啊，或是高阶文官，其实都是非常精英系统的。是，他们整个培养的过程，就是你必须要先是选上了国会议员之后，然后开始被看到，然后开始觉得你可以栽培。然后把你送到各个部会去历练，是这样吗？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是黄学才，他算是比较晚接近政坛。你看他是2011年才正式去踏入整个公部门啊什么，因为我就是印象很深刻，我们这次还挖出他当时2011年才当国会议员，当时去做自己第一次接见选民的那个影片，他自己有录一个，他就然后你会发现说，当时2011年真的没多久前，才等于13年前啊，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刚选上国会议员，然后他就自己就是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面就说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做接见选民服务哦，我有点紧张，但我很期待可以跟大家，然后就录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就很可爱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成为他日后成为所谓的抖音部长、抖音总理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你去看，他其实是一个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拍影片的一个部长了，这样子。可是好像也不意外，你刚刚在讲李显龙，他自己也是 selfie 啊，他自己也会常常 po 一些他生活上面的事情，很接地气的事情，跟社群上大家来做分享。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很能够测到那个风向啊，就大概知道说，未来要怎么样持续跟更年轻或者是跟未来的选民去做一些沟通跟就去跟他们交流啦。但是我们回到黄循才他自己的背景，其实我觉得黄循才很特别，因为他的出身并不是像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新加坡很精英的家庭，因为他出身非常草根。对，他的那个父母其实都不是所谓的精英家庭，像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住在那个祖屋里面，然后他的爸爸就是一个销售主管，他的妈妈就是个老师，就很小康家庭这样子。对，那他也没有去所谓的那个非常在以新加坡来讲，他没有去所谓的很精英的学校这样子，就可能从小就是一个很还好的国小，还好的国中这样子，就是学区小学，就是在学区长大，在家里附近的学校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唯有读书高，所以新加坡只要你很会念书，我觉得华人社区好像是这样，对，所以他就有获得那个新加坡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奖学金，所以他从小就是很会念书的学生。对，他是什么背景的？因为你刚刚讲李显龙是数学嘛。
嘛？数学专业的。黄循财是经济专业哦，经济。所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黄循财到现在他就算已经当了总理之后，他现在还是有财政部长的位置。那过去大家对黄循财的印象确实都是在一些财经经济的相关。那大家对他后来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表现的很出色。他觉得他跟跟民众的互动，其实跟大家去做一些沟通啊。他在当时也是财政。他当时的职位，他还是财政部长，但是他当时也是有在那个，因为疫情期间还是有做个指挥官之类的工作。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他就是能觉得他这表现就很好嘛。像是阿中部长当时的就是指挥官，刚刚讲防疫中心指挥官的感觉啊。可以，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味道，有一点的味道。为了让台湾观众更理解，就是他确实那时候表现也是非常好，而且他也有为予那些罹难的，也是因为疫情的那些民众，因为罹难他有落泪，所以他会就说这个就是能够体恤民心的一个政治人物啦。然后我觉得还要再聊是说，黄循财他是怎么出现，他怎么会被所谓的我们常常被栽培的。我觉得被栽培是可能他的上司就看中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就一个一个就让他去各个部门历练。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不像是所谓的空降，所以会让你说至少你要去每个地方开始蹲，然后你要从可能最小的做起来到次长，然后你再慢慢到部长，部长之后你再慢慢往上升，这样有点像那种职场菜鸟升职记这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第4代领导人会推举他？然后大家可能会以为说他今天能够当那个总理，是不是因为李显龙钦点他？其实不是，因为黄循财他自己是当我们说新加坡所谓的第4代领导班底，是大概在2011年前后。那当然可以再往前一些，因为像是新加坡现在的外交部长维文，其实比黄循财早一点踏入政坛，但是他就是以年龄来讲，他是算是所谓的第4代领导人。那大家年纪就差不多，他感觉就是也是一个梯队。对，就是这一批当中有这么几个人，感觉起来都还不错，所以可能也有好几个人都有各种不同部会的历练。然后我觉得大家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班，就是大家都会，我觉得能够进入到被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里面推举到能够到一定的那个执政领导的一些位置上面，他们无疑都有一些非常过人的地方。对，那他怎么推举成黄循财？他其实在自己担任副总理职务时的专访，他有揭露出来。其实这个他有把它内幕，其实大家那时候知道说是所谓19个人推举15个人投给他，但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有一群人19个人，然后要投票，有15个人投给他的意思的，是不是？他们是透过征询的方式，透过征询。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原本所谓的第4代领导班底推举的人选是另外一个叫做王瑞杰，就是现在的副总理，那也是之前也被看好。应该就是他来接总理的人，那就后来他因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还有身体的一些状况啦，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接这个职位。那当时觉得说天哪，那原本推举好的人怎么又没有了？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其实李显龙本来就已经想要退了，但是他又再当了几年。所以原来李显龙是想要让王瑞杰来接，但王瑞杰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身体也有状况，所以就没办法接下来。我觉得那时候也刚好碰上疫情啦，也碰上疫情，对，所以就是各种一些原因，然后还有当时还有新加坡2020的时候也在举行选举，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综合式的原因，我觉得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就是因为什么。但是后来所谓的第4代领导人，当你们推举的第一人选没有办法之后，那到底谁要来接？有点群龙无首的感觉。后来呢，这几个人讨论之后，就跟李显龙说，不如这样好了，你就再找多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来个别跟我们争取，那我们个别来跟他推举一个人，那当然这个人也是要面试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成为。他们是要面试来的啊，就是对于要推举，然后当然也可以跟这个政治人物，他们自己先开会先讨论，然后讨论，一起讨论，然后再跟李显龙讲说我们可以这么做这样。那李显龙说好，那我就找了另外一个，他们是找了新加坡的前交通部长来做这个
征询的任务这样子，所以原本是17个内阁班底，然后他再多加2个其他的外面政治人物，包括像是外部委员，对，外部委员应该说是议长，还有包括像是他们的全国的职工总会的头这样子，反正就总共19个人，然后就一去征询。然后呢，黄群才就说，这个征询他其实他的老长官，那他老长官也没有对他也没有比较好，就是也是非常的铁面无私，反正就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也跟他讲他的看法，然后他也没有透露，你知道谁他跟谁聊过，谁目前是出现的状况，他也没有聊。然后呢，到最后他自己有一天就被这个老长官，然后再加上李显龙说好来办公室开会，开始坐下来就说你知道吗？19个人当中15个人推选你咯，那你有没有意愿来当总理呢？所以不是李显龙说我想要谁来做我的接班人呢？不是共识决，有点像是对，整个内阁团队的共识决，对，整个第4代领导班底的共识决。对，然后所以他来说他自己很惊讶，然后会去跟太太说，他太太也觉得很惊讶。对，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因为我总是会，毕竟从台湾的角度，好像从台湾的政治的状况去设想，我就会想到说，像台湾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在做党内初选的时候，那个杀的刀刀见骨的感觉，你很难想象说，我们各派系大家来做好，然后我们来推举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很不是那个气氛，不是，对，所以然后他好和乐啊。对，真的就这么和乐啊？他们没有一些政治斗争或台面下大家一些动作什么的。真的，我觉得当然后来就像新加坡的一些当地的网友或是舆论，大家会说，19个当中15个推他，但没有推他的4个人是谁？那扣掉他自己嘛？如果考虑到他自己，那另外3个是谁？然后再开始，那当然有各种的一些说，到底谁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看新加坡目前的政治制度来讲，有些人会不会觉得说，感觉像推选班长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到新加坡的政治的特性，因为新加坡是2个事情，一个是它非常推崇公务员的体制，所以其实你的头是一回事，长官是谁那是一回事，但是底下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精英的公务员在协助治理国家，所以新加坡一般民众对于公务员的想法是会敬佩的，会尊敬的，会，他们的公务员的薪水也是非常高。对，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公务员。真的，就是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在公关界待过啊，什么什么，然后之后其实都是往公部门去发展。就如果你是个人才的话，你会想要进到政府？会，因为他们很那个，你想，我是个人才，我会想来做公务员，应该这么说。会，因为他们很那个用人为才，对，所以也能够到公部门服务，其实也算是一个蛮荣誉的一个事情啦，以新加坡来讲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历练的地方，所以当然有些部长他会觉得说，他宁愿可能想要在自己的一些区块继续做经营，因为其实要当到总理，你要考虑其实他的任务也蛮重的，因为你当然新加坡非常小，当然除了经济这件事情之外，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外交。对，因为新加坡常常就是被美中卡在中间，所以其实你说在现在整个国际大格局当中，中美之间一直持续用方方面面的在角力，然后而且还有通膨的问题。对，因为虽然新加坡现在通膨的指数没有那么像之前那么高，可是我们像跟一些新加坡的民众聊，他们还是觉得物价是很高，因为新加坡有一个比较物价就蛮高，对，可是因为新加坡很仰赖新加坡进口，对，它的包括你吃的东西，例如他们自己有产鸡蛋啦，但是例如像一些米啊，就一些很基本的生活用品全部都要进口。我们再可以看到俄乌，然后还有中东，他们其实物价有变高，对，所以包含他们自己的经济问题，还有国际局势，其实都在改变。我觉得对每个国家领导人来说，这个位置都会有很大的挑战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也是自己维持自己财政部长的位置。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看新加坡现在的那个总理跟副总理的领导班底，他把那个原本的那个他们叫做贸工部的部长升上来当副总理，去填他的位置。那这3个人包括他自己是财政部长嘛，然后王瑞杰是副总理，就刚刚提到经济背景很好那个，再配上严金勇，所以所谓的正副总理铁三角其实都是财经背景，你就很明确的看到他的政府接下来的重点会在哪里了。好，今天实在太谢谢婷婷了，果然是
新加坡人带来的观点，让我们看新加坡的时候就看出了不一样的趣味。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从原来的每周1更，现在已经是周更2集了。好，就会在每个礼拜2是聊新闻，每个礼拜5会是说新闻。希望大家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帮我们5星评价一下。有什么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都可以透过学员池或者直接在T Radio 的脸书粉专留言给我们。那再次感谢婷的时间，谢谢露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拜拜。